我在首都博物館看展的時候，前後見着兩波遊客打起來了。有一波是因為搶拍照位置，互相擠了一下，就當場吵起來了。另一波是一個人用相機拍照，撞到了另一個人的頭，被撞的說頭被撞得很疼，拿相機的說我的鏡頭很貴，所以吵起來了。以上事件都發生於2026年5月18日下午的首都博物館 B1 層展廳內。當天來的朋友可以回憶一下，咱們一則為游客嘆息，二則為首博道喜。能打起來說明這個展夠火爆，人氣夠高，才能湊出來對打的人。說了半天這是個什麼展呢？它就是自首博建馆以來所辦的最大的一個展，也就是玉米黄金美洲豹大展。楼上的瑪雅廳代表的就是玉米，楼下的2個展廳則分別代表黃金和美洲豹。花128元買門票就能连逛这3個展廳。上期我們逛過了瑪雅展廳，今天就來逛另外的2個展廳。大家好，我是徐工，這次一定點關注，下次旅行不迷路。今天我穿的是日常款明制漢服，對應安第斯文明中的印加文明時期，這叫做當大明遇到印加。本次的參考書是這一套，需要的朋友櫥窗下單。有了這套參考書，就方便我們在視頻裡梳理一些博物館看不到的內容了。現在我們刷票走進王的寶藏展廳，展廳內陳列的是秘魯安第斯文明展，其中对应默切文化的西潘王陵是當天的一大重點。附近還有安第斯文明的時間線，看展前可以簡單預覽一下。我們先來到中間的大展廳金屬與圖騰，開場的第一組文物對應公元前1500年到公元前200年的庫比斯尼克文化，其中那件金飾是一件金鼻飾，只有領導才能把它戴在鼻子上。在舉行儀式的時候，人們能一眼在人群裡看到那個鼻子發光的人，自然就知道他身份不凡。附近那件最大的陶器是马灯口陶瓶，這是盛放祭祀飲品的瓶子，外形則是馬燈的形狀，上面凸起的小頭則是抽象版的美洲豹腦袋，後面還有一套研钵和石杵。這不是一般的生產用具，而是祭祀用來研磨儀式材料的工具，換句話說，它也是祭祀獲取神權的工具之一。下一組文明對應公元前1300年到前200年的查文文化，它在參考書中被寫作夏文德萬塔爾。我們在書中得知，這邊有明顯的猛禽崇拜信仰，而現場的第一件文物就是對應猛禽的黃金神鷲飾牌。因為安第斯神鷲體型大，飞行高度高，所以被南美洲當地先民視為安第斯山脈的守護神。人們把它做成飾品，代表的就是朴素的自然崇拜。其中的綠色小片片就是绿松石，他們把最珍貴的材料都熔铸进了這件展翅翱翔的精神图腾裡邊。後一件文物是浮雕圖案石碑，其中神靈手握的權杖是一條從鳳螺裡鑽出來的蛇。鳳螺是安第斯文明中與神溝通的法器，從裡邊鑽出來的蛇則代表神賜予人的宇宙力量。另外遠處還有一件金飾片，它沒有明說屬於哪個文化，但年代正對應查文文化。它這上邊一共有3個抽象的動物形象，但抽象過頭了，認不出來是什麼，只能認出右上角的一只鳥。然後我們進入比庫斯文化篇，對應年代為公元前500年到公元500年。第一件就是非常閃耀靈動的銀質頭飾，它那一圈向上延伸的銀質長條就是羽毛的象徵。基於自然崇拜的理念，安第斯先民會照着動物偶像的樣子來打扮自己，這個冠就是模仿動物的手法之一。然後是一件面具型飾品，指的是左邊这件，這麼小個的肯定不會是真面具，它是以垂疊工藝打制，然後鍍金後制作而成的。後一件則是鼻飾，它也是铜鍍金的，工藝與前一件的套路是相同的。下面我們進入庫比斯尼克文化篇，開場是一件耀眼的圓柱形金冠，它上下各有28片圓形墜飾，每個小圓墜飾上還有好幾個同心圓，這是生命力的象徵。整個金冠光芒耀眼，看起來非常震撼。附近還有一件庫比斯尼克晚期的金冠，它上面有若干镂空的六角形地带，裡面有帶獠牙的猫科動物頭颅，這就是權力階層在自然崇拜的基礎上向鳥獸靠攏的具體表現。這邊最讓人印象深刻的陶器是一件人腿造型的殘破陶瓶，它上面的花紋是抽象版的動物紋，也是自然崇拜的一種延續。然後是一件金質斩首者護髖甲，上面的神灵就是那位斩首神灵，但这個造型總覺得它更適合用來斬首，而不是用來充當護甲。而對應瓦里文化的文物，大廳中只看到一件貓科動物陶罐，
推測是按照美洲豹的樣式所塑造出來的，這也是對日常見聞的一種複刻。現在我們進入默切文化篇，對應年代為公元100到850年。現場第一件文物是鑲嵌着綠色寶石的金冠饰，中間是带有美洲豹獠牙的人面形狀，上面則是8條章魚狀触手，兩者結合起來便代表了陸地與海洋兩種力量的結合。下一件是金銀材質的新月形壁飾，下邊的31個小墜飾和上邊的2個螃蟹狀裝飾是金的，中間顏色暗淡的大片是銀的。因為秘魯是沿海國家，所以會將螃蟹作為裝飾。近似的還有後一件蟹紋壁飾，它除了祈求海產豐產之外，還代表着海洋力量，這是在樓上瑪雅展中見不到的元素。後面的銅鍍金耳飾上鑲嵌着一塊巨大的綠松石，甚至說它是綠松石耳飾都說得過去。然後是一件特別華麗的項鏈，其中間的瓜形珠子是用黄金做的，有顏色的宝石則是青金石，在它們的中間還有能活動的小金球，一旦戴上它，金球就会碰來碰去，哗啦啦的響。此外，現場還有一組小而精致的金飾品，這邊有以猫頭鷹為原型所制作出的猫頭鷹手項鏈珠飾，它這個眼珠也是用綠松石制作的。而最重要的看點則是那尊小小的武士雕像，這是用黄金、孔雀石和綠松石拼合而成的。稀奇的不是材料，而是他手持权杖的造型。有這根杖，說明身份就不一般。那麼能用這個物件充當随葬品的人，自然更是擁有着不平凡的權威地位。現在我們進入西坎文化篇，對應公元750年到1375年。文物包括一件用黄金和朱砂制作的面具，而且有鼻子有眼的，還附带了耳饰，上面的紅顏色就是朱砂，涂成這顏色就醒目多了。後面還有一件紅配綠的面具，它的主人是一位女性貴族，其底片是一片鍍金铜板，眼睛鼻子都是這材料，臉的兩側有額外的紅色顏料，鼻翼眼皮和耳朵用的綠色顏料，比剛才那件更多彩一些。與之緊鄰的是公元1100年到1470年之間的齊木文化。我們根據參考書得知，它的核心遗跡就是昌昌城，主要文物就是陶瓷器和金银器。现在我们就來印證一下實物。現場的第一套文物是一套散裝的銀冠，它下半部分的筒狀物是戴頭上的，上方則是2條裝飾帶，頂端模擬着戴冠的獸頭，下邊還掛着一個2/0的。下一件是純金的動物紋祭祀碗，它用的是美洲猫科动物的正臉形象，與蛇紋交替出現，這是齊木文化自然崇拜的特色元素。再往後是2件金屬耳飾，看顏色像是黃金的，上邊出現的圖案是銜着魚的水鳥，這也是當地常見的飛禽。後2件耳飾的主體是人形浮雕，但卻融合了很多鳥紋進去，尤其是左邊都把人扮成鳥了，所以鳥在齊木文化中的地位也可見一斑。最後我們進入對應公元1400到1532年的印加帝國時期。我們根據參考書得知，它對應的文化遺址是秘魯的人氣 No.1， 也就是大名鼎鼎的馬丘比丘。它和周邊不平整的環境完美融合到了一起，形成了一處奇觀。這是一個盛產白銀的文明，它的白銀甚至流入了當時的明朝。現場展品包括一對西班牙殖民期的白银大胸針，上邊的紋飾是雄獅加梗勺葉，這是把歐洲的紋飾和印加藝術品的外形給融合到了一起。後面還有一對小而精美的銀胸針，上面所鑲嵌的紅綠寶石還真有一種畫龍點睛的效果。至於現場的银锭則都是明朝的银锭，這是大量白銀流入的物證。至此我們就逛完了外側的大展廳，現在我們來看周邊的小廳。2號小廳就是西潘王陵，對應公元100年到850年的默切文化，重點就是陶器和金屬器。開場先看到一組造型奇特的陶器，第一件是帶着銅頭飾、銅鼻飾的陶器人物，這個裝飾對應的是貴族形象。下一件是黑色的武士人像，為了塑造這個顏色，他們甚至還使用了原始的還原工藝，把鐵礦還原成黑色氧化鐵就變黑了。然後是2件冶煉金屬的鋼鍋，它們是陶制的，但鋼鍋裡的綠鏽很像銅鏽，看來它大概率用來煉過銅。然後是一件金屬冶煉場景陶器，這邊複刻了4位金匠的冶煉場景，有的人在用長管向爐子裡吹氣，增加空氣流動以提高爐溫，這就是傳統式的人肉鼓風機。有的人則趁着溫度還在、柔軟度還在，就抓緊加工金片，這是當時金器加工場面的最佳寫照。然後是一個巨大的陶制鑄模，這就是用來鑄造的模具，我們一般叫它范。這上面的白色印記就是被高溫液態金屬燙出來的。
下面講到的西潘王陵遺址，這是本次展覽的核心看點。第一件對應文物是金質月牙形鼻飾，戴上之後能把嘴直接擋住，就顯得這個鼻飾很突出，這也是高等級貴族的專屬物品。然後是一件金銀鼻飾，這裡外不是好幾圈嗎？那些閃亮的位置就都是金的，其餘嘎的溜秋不閃亮的就都是银的。再往後是一件人像鼻飾，這件更是材料豐富，其中不只有剛才辨認過的金银，還有鑲在眼睛和腮帮子上的绿松石，甚至瞳孔的位置都鑲嵌了小小的白貝殼。要是把这件鼻飾戴在臉上，那真的是要多拉風有多拉風。下面是一件巨大的金耳饰，它的外側是一圈小金球，中间是30多个靈活的小圓片，只要帶着它走起來，那些小片就會搖來搖去，閃閃發光，看起來很吸引眼球。另一件鹿紋金耳飾的外輪廓造型和前一件相同，但內部則是一隻用綠松石片所制作出的一隻鹿，推測其原型是美洲常見的白尾鹿。與之工藝近似的則是鳥紋金耳飾，這是以南美番鴨為原型制作出的一件松石工藝品，而鳥的眼睛則是用一顆金珠制成的。再往後是一件巨大的白貝珠胸飾，內中共有68串白貝珠，這也是高級貴族所用的裝飾品，戴上絕對一點不輕鬆。下面是2枚珍珠項鏈珠飾，它不僅用了蜘蛛的造型，而且蜘蛛的背上還有一個人臉。然後我查了查，發現世上真有這種帶人臉的蜘蛛。在默切文化的時代，人們認為蜘蛛織網寓意為行雲，吐絲寓意為布雨，將它的造型複刻到飾品上，代表着人們對風調雨順的祈求。下一件黃金貓頭鷹手型珠飾是按照修流的造型制作出的小型金飾，綠色的眼睛則是用綠松石做的。然後是2枚貓科動物項鏈珠飾，這個造型參考了美洲虎、美洲豹之類的猛獸，這也是自然崇拜的一部分。仔細看它們的兩側還有小孔，這就是用來穿項鏈用的。和它比起來，附近的人面項鏈珠飾就沒那麼讓人印象深刻了。但如果把貓科動物的特徵融合到人臉上就不一樣了。按照他們的理念，將人向動物轉化就是讓人更加靠近神的一個過程。後面還有一件用10顆人面型銀珠穿成的珠飾項鏈，其中有的人面上還鑲嵌着綠松石，這件也讓人印象深刻，有一種沙僧項鏈的感覺。再往後是幾件斩首者型搖鈴，這個斩首者是默切文化中的神靈，他這手裡拿的就像是一把巨大的斩首刀，周遭鑲嵌着綠松石作為裝飾，這樣的神靈必然是和血祭強相關的。後一件銅鎏金器，乍一看像是斩首的月，實際上是一件裂隙型護髖甲，2隻裂隙都在上側。如果甲片自然滑落的話，我還是擔心戴甲的人把自己給斬了。後面是一件銅鍍金人形騎士，這是儀式旗幟中的裝飾品，描繪的是一個人像，身體大部分是銅鍍金的，其中有顏色的地方是綠松石。一旦給旗子加上這些裝飾，它就不再是一般的旗子了，而是特殊的祭祀用品了。現場的騎士還有更驚悚的，就是這件銅製人與魚怪騎士，下面的默切勇士在搏鬥，上面的魚怪在咧着大嘴吃下邊人的帽子，把這一瞬間的纏鬥狀態給活靈活現的表現出來了。之後則是2根金屬權杖，左邊的搖鈴權杖是銅貼金的，搖動時會有聲音。右邊的方錐形權杖雖然平平無奇，但卻是西潘王本人權杖的同款，這價值就在無形間被提上去了。之後看到的是烏庫佩領主的文物，它的級別略低於西潘王，對應文物中的銅鍍金頭飾是按照人臉設計的頭飾，而且有配套的鼻飾和耳飾，造型絕對是紛繁複雜。然後是一件鍍銀銅冠，它的基座就是一個長方形的片片，但上方掛了大量的裝飾，有圓形的和人形的，人一走動起來，這些小配件就會嘩啦嘩啦響起來，非常引人注目。它旁邊的銅鍍銀面具像不像是這個展廳裡前幾件展品的組合版本？把耳飾、珠飾、項鏈、鼻飾和面具拼到一起，就變成了這個終極形態。相比而言，老西潘王雖然級別更高，但面具反而看起來更簡單，材質也是平平無奇的銅鍍金，除了人臉之外，只有一對耳飾，並無其他額外的花哨裝飾，就是外觀更閃亮一點而已。老西潘王面具的旁邊是一件祭祀場景銅權杖，這是從西潘王陵的一處被盜墓葬中出土的。權杖頂端是一座複雜的方形建築，屋頂還有17個人頭，這就是默切文明的祭祀場面了。一旦有人拿起權杖，就變成了後一件持權杖人像的樣子。這是一件銅鍍金人像，它的各個部件是通過搭接壓合工藝連接到一起的。
如今這1000多年過去了，它仍然看起來堅實無比。現在我們走進3號小展廳瓦里帝國，開場先看到一大組銀質小雕像，這些人都統一戴着圓形帽子，髮型整齊，身上統一穿着長衫，這一看就不是勞動人民，而是社會的上層人物。然後是一根無花紋无装飾的铜棍，它只是用來給祭祀坑奠基的道具。然後是2件青铜戰士雕像，這一看就能看出來，既有盾牌又有攻擊性武器。那麼他們在祭祀儀式中出現，則是充当這邊的守護者。此外還有一批銀質飾片，都是按照人的側臉制作的，有的有淚滴，還有的自帶美洲豹的獠牙，要素拉滿。後面還有一個纯金杯，這都是用锤叠工藝冷加工所制作出的工艺品，一般只在宴饮场合才把它拿出来。后一件人形陶罐同樣做出了泪痕，造型看起來也更生动，甚至比旁邊的大背带人形陶罐還要生动。下面我們來看4號小展廳兰巴耶克，剛一進屋就看到了一件璀璨的金衣飾，這是用444枚金片所組成的衣飾。仔細看，這些金片全都是有孔的，把它們往衣服上縫制就很方便。這個思路和金縷衣衣是近似的。後面是一件金燦燦的甲衣，這是用金银铜合金制作而成的。穿上這身衣服，有一種向大眾宣布自己神聖身份的感覺。之後還有一件拆散的金冠，它的構成部件包括2条細长的金帶，以及5個半地穴式房屋型装飾品。裡邊的人物是半人半豹的造型，很像是他們的神靈。然後是一件面具，它上面還有少許残存的紅色顏料，各位應該都有數。我們剛才見過近似的金面具，上面的紅顏料不是別的，正是朱砂。展廳最後展出的是一整套的金飾，其中最顯眼的是金耳饰，這是怎麼固定上的？棍子插到什麼地方去了？看着就很疼。最後一個小展廳是印加展廳，我們來畫個重點。入口處的帽子是用羊頭毛做的，印加人是養羊駝的，毛用來做衣帽，肉用來吃。後面展出的银質小雕像是一位女性土地神的神像，她身上的衣服不用問，也是用羊头毛制作的。然後是一件金羊駝雕像，可見印加不只是金银多，羊駝也多，它是方方面面生活的保障。這個小廳的鎮廳之寶，我想應該是這件太陽紋盤。仔細一看，它是更早期的文物，實在沒地方放，就放在印加展廳了。它實際的造型是人臉和美洲豹的結合，這是整個美洲文明對神靈幾千年來的穩定想象。至此，我們就逛完了這個展廳。現在我們奔向最後一個展廳，大自然的精靈。一看畫風就知道這是哄小朋友為主的，我們這個歲數不用哄了，就簡單看看它的主題，也就是人與動物的關係。現場文物包括瑪雅着豹紋的人雕像，他穿上豹紋短褲的行為視為獲得了美洲豹的力量。不過後视角的背带褲，這又融合了誰的力量就難說了。然後是一对瑪雅古典时期的跳舞的狗，裡邊是一條老狗和一條小狗，代表的是代際傳承。再往後看到了一件豹人面具，它是融合了人和動物的元素。在我们的看展图中，这种搭配已經反覆出現過了。後面的擬人化猴形雕像則是一隻年老的雌猴，身上抱着個小猴，它其實是瑪雅女商販形象的復刻。他們抱着幼小的孩子出去做買賣。再往後是一件巨大的蝗蟲，瑪雅人既把它視為美食，也將它視為災禍。那些敗北統治者的最終去處，則被人們稱為蝗蟲之丘。至此，我們就逛完了這個展覽，也明白了這個展覽的名字是什麼意思。玉米代表瑪雅文明的歷史，黃金代表安第斯文明的黃金製品，美洲豹則代表美洲共同的猛獸崇拜。三個詞正分別對應這3個展廳。如果想要出國看這些，那需要去到墨西哥、秘魯這2個國家，而且至少要跑上7、8個點位，再加上倒時差，沒個10幾天是下不來的。但到了這個展就省事多了，花個100來塊買張門票，再用個大半天時間，就能把地球對岸的這麼多種文明給一次性看完，這便是它划算的一面了。看到這裡的朋友，歡迎點讚、收藏、加關注，和徐工一起讀城，一起旅行。